各位網友，大家睇見呢個封面都知啦嚇，呢個中日嘅貿易戰係會開打嘅，呢個係呢次唔係關稅，係唔準出口嚇。咁就除非高市早苗低頭嘅啫，習近平咧就一定會咁做，一定會咁做。咁究竟呢場戰爭入邊會受傷幾多咧？即係咁樣，我喺呢條片係詳細分析俾大家聽嘅。呢個好啦，嗱呢隻有。即係如果你去美容院咧，就有微針導入，呢個咧係微針導入嘅方法。呢間嘢好出名嘅 Dr. Bago 啊，有兩種針，一種就係 needle 100，係溫和啲嘅，一個 needle 300。佢係含有8種成分嘅，主要係呢個針咧就係積雪草，呢一個咧就係煙去胺，就係直提亮白嘅，呢個就係腺苷，佢係抗皺嘅。你每個禮拜拮2-3次，係用海綿骨狀嘅刺針，將呢啲嘢導入你嘅皮膚入邊嚇，咁就好平嘅啫。呢個係180蚊，120呢個300咧就係250蚊，係好抵嘅嘢嚟嘅嚇，好似去美容院一樣。呢個係中華人民民國商務部禁止所有兩用嘅物件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提升日本軍事實力嘅其他最終用戶出口。呢個就係中國俾完最後通牒，呢個高市早苗都冇低頭之後所做出嚟嘅嘢。只要個最終用戶係做軍事用品嘅呢，就係全部唔可以去，係睇個最終用戶。呢個係中國2026年兩用物項同技術出口許可證管理項目入邊呢，係有呢個兩用，即係軍民兩用都可以嘅，軍民兩用都可以嘅，同技術出口管制清單呢，有1100樣嘢嘅，含最少7類中重型稀土元素，中重型稀土元素差唔多係完全唔得㗎。但北京星期二嘅聲明呢，就冇話邊啲物件列入新一輪嘅管制。不過美聯社話，中國同日本向日本出口嗰啲產品，尤其是無人機、導航系統，可能被用於軍事用途。禁令嘅核心係用最終用戶。呢個中國商務院宣布對日本實施軍民兩用出口，尤其是最終用途 end user 嘅導向，而唔係海關編碼。呢個任何涉及同日本軍方用戶，譬如三菱重工、軍事用途或者可能提升日本軍事能力嘅終端用戶及用途，都禁止出口。呢個係好難界定嘅，呢種模糊關係喺企業層面引發寒蟬效應，大家唔識點做，難以判斷貨物最終係咪會落入軍用範疇。供應商呢係採取一啲過度合規策略，通常產生寒蟬效應，乜都唔敢做，導致實際受限範圍呢遠大於名義範圍嘅。呢個就係呢個一定係咁嘅。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不具名官員向路透社表示，由於中方冇公布受限物件嘅清單，而家冇辦法判斷出口管制會帶嚟幾大嘅影響。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週三喺例行記者會度抗議，呢類針對日本嘅措施同國際慣例係唔啱嘅，絕對冇辦法接受，令人深感遺憾。但係佢冇評論可能對日本造成嘅影響，強調唔知邊啲會被管制。其實呢，中國做嘅嘢係有3種，唔去日本咧有3種。一種咧就係冇咗中國產品咧，中國咧係壟斷性嘅，而對日本嚟講咧係一定要用嘅。第二種咧，中國唔係壟斷性，但係咧佢嘅產能好大。如果冇咗佢嘅供應呢，你去第二度買係有麻煩嘅，因為你要做過有啲嘢好過要做個合規檢查啦，或者會買貴咗啦，
第三類咧係冇問題嘅，你限制佢都隨時可以喺第二度供應到嘅。好啦，日本嘅依賴度，根據路透社，日本60%嘅稀土主要講稀土，同埋一啲原料，即係譬如話呢個石墨啊呢啲咁樣嘅嘢，鎢啊呢啲咁嘅嘢，稀土元素、化合物及高性能永磁材料，廣泛用於無人機導引系統，呢個係呢個係navigation 雷達一定要有嘅，有啲稀土係馬達、摩打係永用磁，同埋航太等軍民兩用場景，好容易被講話係提升軍力。無人機同感測零部件係可能被波及，但係分析認為咧，中國能夠限制嘅多數係量產級嘅材料或者模組，嗰啲咧係普通用嘅嘢，就唔係嗰啲專精嘅嘢。嗰啲專精嘅軍用嘅嘢咧，多數係日本做嘅，日本好少喺中國入口呢啲咁嘅元件。經濟衝擊量化禁令對日本 GDP 嘅潛在影響，呢個根據路透社講嘅嚇。如果中國稀土出口受阻，對日本製造業實質痛點。如果受阻3個月，損失6600億日元，日本嘅 GDP 跌0.11，一年就係0.43。佢係隨住時間拖耐咗咧，個影響就大啲，因為你開頭咧係有存貨噶嘛，但係咧耐到某一點咧，佢又降翻落嚟噶啦。點解啊？因為你揾到代替品咯，或者揾個方法由第二度入口咯。政策包括長臂管轄條款嚇。如果我賣俾你，你供應咗日本，可能用嚟做軍用咧，我就罰埋你嘅，追究第三方轉供責任。咁咧就會推高轉口成本，減緩市場供應鏈嘅自我修復速度。其實呢個世界咧，貨物供應有如水，只要某一度稀缺，個價錢高咗咧，第二度就會流過去嘅，非常難阻擋嘅。但係如果你罰嗰個供應嘅人咧，佢哋就會小心啲，佢就會要求賺多啲錢。呢個咧就係摩擦費用。好啦，嗱，稀土係用嚟做乜嘢咧？大家睇下，電動車個電動電機用好多嘅，手機震動設備、無人機、風力發電，呢個係呢個就係強力磁石用嘅嘢，熒光發光材料、熒光燈、LED 照明、熒光材料，仲有其他包含半導體製作裝置等等。呢個其實咧就喺半導體入邊咧有幾樣嘢係要用稀土嘅。呢個就包括咗嗰個研磨劑嗰個反射鏡入邊嘅摩打呢啲咧係要用稀土嘅。呢個係日本稀土進口大家睇見咧，佢2010年嗰陣時咧，中國就係對日本因為釣魚台事件咧就制裁日本。日本咧就立即咧就係向全世界增加供應，嗰陣時咧就跌到得60%嘅啫。咁而家咧又上翻，慢慢下你唔記得咗咯，又去到7-8%。呢個係靠中國嘅。2024年國家稀土生產排名，中國佔咗68.5%，美國只有11.7%，而家好似多咗個 Mountain Pass 嗰個出嚟。緬甸7.9%，其實都要中國加工㗎。澳洲、尼日利亞、泰國。其他呢個就係嗰個存貨，即係嗰個蘊藏量咧，中國就冇咁多嘅48.9%，巴西好多，然後就印度、澳洲、俄羅斯、越南、美國。以中日整體貿易嚟講咧，中國佔日本嘅比例咧就好高嘅。中國嘅生意有20%係日本嘅生意，有20%同中國做嘅。中國嘅生意咧係5% 同日本做嘅啫。冇咗，如果就純粹以貿易嚟講咧，冇咗日本咧，中國都冇乜所謂呢一個大家睇下貿易佔 GDP 嘅程度，中國嘅 GDP 18兆美金，貿易額佔咗中國嘅同日本做嘅生意係1.6%，日本4萬幾億係6.8至7，
所以如果雙方嘅貿易陷入僵局嗰陣時候，對日本嘅經濟嘅影響咧係大啲嘅，大啲嘅。好啦，我哋睇下呢個就係中日貿易嘅總結。中國對日本嘅出口1550億至1580億，呢個係。而中國由日本進口咧1600億至1620億，相當平衡，爭20至50億啫。呢個係呢一個係雙方買賣嘅嘢咧係唔同嘅。我陣俾個表大家睇下。日本同中國買乜嘢咧？手機喎，因為嗰啲蘋果手機來自中國。譬如呢一個限制冇意思嘅，所以佢唔會限制。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呢個都好難限制，其實就係電腦呢個係。嗱，針織呢啲冇所謂啦，半導體元件有啲有關係，絕緣電線電纜呢個係。日本賣俾中國嘅嘢咧，最緊要就係半導體製造設備同埋啲耗材，積體電路啊，譬如有啲車用晶片呢啲咁嘅嘢。COMOS 啊，呢個 Sony 嗰隻感光晶片啦，有機化學品啲高級嘅嘢，小轎車呢個塑料及樹膠。日本對中國供應鏈嘅命門咧，汽車線束呢啲關鍵零件極度依賴中國。嗱，呢個咧就唔係只係中國做到，不過中國更加平嘅啫。汽車線束咧就全世界都做到嘅。中國對日本嘅依賴係乜嘢咧？係半導體製作設備，尤其是耗材，有幾樣嘢咧係攞你命嘅。呢個咧就包括咗呢個係光阻膠同埋嗰啲研磨嘅嘢，只係日本做到嘅啫。最高級嘅光阻膠90%係日本嘅，加南韓有少少，係中國晶圓廠礦廠嘅關鍵。新興領域雙向流動，中國電動車開始進入日本。因同時中國為新能源產業大量回收日本嘅廢土。嗰個稀土牌點可以打到變咗全球嘅貿易危機呢？首先，合規風險導致貿易不可行。譬如針對日本咁啊，日本就俾佢 kick 啊，要有 permit， 係唔係軍用啊？淨係拗呢啲嘢。第二階段咧就變咗走水貨咯。第三階段咧，佢就去拉嗰啲做水貨嘅人，咁於是咧你嘅成本就貴咗啦。呢個就係日本可以有乜嘢反制呢？半導體供應鏈嘅非關稅壁壘，日本對中國嘅措施表示絕對不可接受。喺反制項目最大殺傷力嘅就係半導體製造鏈，唔係唔批，係要有 permit。我中意就放啲，唔中意就唔放。呢個係咁就係非關稅壁壘咯。尤其是光阻膠嚇，真係光阻膠咧，係其實每一部機用嘅都有啲唔同啊，每個 grade 都唔同啊。呢個係要日本做出嚟嘅信越化學，呢個會直接打擊中國晶片產業。當時啊，日本唔賣呢啲嘢俾中國，俾韓國啊，係影響到韓國嘅半導體業嘅。日本係壟斷咗呢幾樣嘢嘅，呢個係嚇。好啦，超越禁運，以服務耗材技術支援嚟遏制你嘅產線。日本嘅半導體壁壘咧，唔係淨係一定要限整機出口嘅，而係咧可以點啊？你啲嘢壞咗，我限制維修零件，交俾你好慢，唔俾你軟件升級啊！限制關鍵耗材供應俾你好慢。唔幫你維修機器呢個，除咗半導體咧，日本喺高端製造業亦有顯著優勢。如果嚴格限制以下嘅嘢咧，對中國產業升級咧係打擊得好犀利嘅。第一就叫五軸機床啊，呢一個機床啊，其實咧中國有做，但係中國咧係做低級嘅，個準確度同耐磨度係遠遠唔夠日本同埋德國嘅。即係你 cut 嗰樣嘢嘅準確度去到邊度咧？嗰個 digital control 嘅機床係呢個係嚇，同埋你個機床有幾襟咧？呢個係同日本、德國冇得比嘅。呢個就五軸機床，高精密軸承 bearing
你睇下網度有無數人整中國嘅啤鈴喺度轉，由日本嘅啤鈴喺度轉，中國啤鈴停咗啊，日本嘅啤鈴仲轉多幾分鐘啊，最多你幾倍時間。因為咧啤鈴咧就要講係咪真係完全圓嘅，呢個係液壓設施。中國液壓設施好大，冚唪唥做啲渣嘢，高壓嘅咧一定要來自日本同德國。量測校正設備呢個就係 precision instrument， 係靠呢個日本嘅，呢個係呢啲嘢唔供應俾你咧，你就大鑊啊！即係仲有乜嘢？仲有呢一個高鐵啲轆啦，高鐵啲轆係從日本同埋德國買嘅，高鐵啲螺絲咧因為你震得好犀利會甩噶嘛，係來自日本嘅，呢個係好啦。而如果中國整日本可以點呢？呢個係經濟脅迫，推動盟友保護佢。G7層面，2025年 G7財長會議已經針對中國管制協調立場，推動供應鏈呢個分散，呢個係咁呢個咧就係咧就話，如果邊個經濟中國用經濟脅迫人哋唔供應啲嘢俾咧，我哋就共同採取抵制行動嘅。歐盟關注中國稀土供應鏈嘅主導地位，持續去風險、供應鏈韌性、分散來源嘅政治口徑。中國如果限制呢啲嘢去日本，會產生咩 situation 呢？一旦供應鏈係作為政治化工具，全球都好驚，我唔知你幾時會作為武器，呢會侵蝕咗中國中游產業嘅長期市場優勢。例如，客戶簽署唔係中國嘅供貨長約，投資替代產能嚟到減少呢個稀土用量。長遠嚟講咧，2010年嗰次對稀土嘅限制咧，結果日本長期用少咗4-5成中國嘅稀土。好啦，加速自身供應鏈脆弱化。如果日本喺半導體進行反擊咧，直接衝擊中國晶片製造嘅良率同生產節拍，反向驗證咗中國嘅供應唔穩定嘅擔憂，使到其處境惡化。呢個就係呢個咧就係如果日本喺半導體攻擊咧，中國個供應鏈咧都好大鑊，個良率都好大鑊。中國嘅槓桿係集中喺稀土、磁材呢啲嘢，對日本嘅短期衝擊0.11至0.45%。日本嘅槓桿喺半導體同高端武機供應，對中國產業升級有長遠嘅硬性制裁，因為咧好多時都行唔通嘅。呢輪交鋒旨在雙方進入一個新嘅平衡，雙方都能夠擁有令對方造成實質損害嘅工具，形成相互阻嚇嘅姿勢，又將全球嘅供應鏈重新構造同埋陣營化。咁呢個就係個 situation。中日咧係呢個將高市早苗唔 back down 咧，貿易戰咧係好難避免㗎啦。而呢個日本嘅經濟會短期受損，但係中國投資咗好多錢落去嘅半導體企業係好大鑊，呢個就係。仲有嗰啲精密機器係好倚仗日本嘅，呢個係。好，韓國 Soy Lab 2個禮拜，呢個係個乳癌病人發明嘅，2個禮拜可以掉髮減71%嚇。第一件9折，第二件7折，270蚊嘅洗頭水。啲精華素就第一件9折，第二件7折，225蚊，225蚊呢個係。仲有個套裝，買支洗頭水，2個精華素送多支精華素俾你。使用3個月之後，頭髮甩少好多。12個月，你睇爭幾遠我睇一睇條片先，呢個係。呢隻黑豆嘅用液咧，係呢個韓國一個乳癌病人發明嘅，因為佢自己甩頭髮甩得好犀利，結果咧喺日本好行嘅，所以呢條片咧係日本片嚟嘅，好嘛？呢段講到呢度。電子消費券越買越賞你禮品。
凡係購買3000蚊電子消費券呢，可以獲得總值436蚊嘅指定禮品。有乜嘢啊？韓國 From Bio 嘅美顏瘦身咖啡，含非洲芒果籽雜取物，連埋花酸同埋豐富嘅綠原酸，助你健美瘦身。第二，韓國 From Bio 嘅活發素，含有多種氨基酸、維他命 B 群、礦物質同埋酵素。阿努卡蘋果提取嘅生物素，可以刺激頭髮同毛囊細胞生長，強化髮根，防止脫髮。購買5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呢，送你總值457蚊嘅禮物，包括韓國 Rollabel 娃娃山葵抗菌牙膏1支，韓國 From Bio CCA 果汁1盒，韓國 Mommy and Daddy 天然活性葉酸1盒。第4代超級葉酸呢，係比傳統葉酸吸收率更高更快，能夠直接喺體內轉換同埋被利用，有助胎兒正常發育同生長嘅。電子消費券優惠期由1月1號至31號喺網上及門市部有售，使用有效期至2026年3月31號。